这个老头被万箭穿心，肠子掉了一地，脑袋被捅穿，却能在片刻之后愈合如初。适应村的村长是不死之身，多亏了从前他在大洋彼岸找到的一种药。为了找到传说中的长生不死药，一群死囚犯登陆被称作神仙境的诡异岛屿。看左七的表情，画面完就知道他根本不相信什么长生不死药，但那种东西是真的存在的，名为飞石香果。这是一座花卉丛生，堪称桃源的梦幻秘境。但画眉丸只觉得毛骨悚然，这里的植物种类和生长环境乱七八糟，极度不自然。再想想那个浑身长满了鲜花的人，画眉丸挣断绳子，让左七保持警惕，但左七就不干了，非要让画眉丸再把绳子绑回去。规定就是不能解开绳子，就算过分他也要执行。画眉丸让他通融一下，食物和水就给了3天的，线索只有一张图。穆夫士根本没想让他们找到药吧？结果话说太多，左七直接抽刀了。他是来行刑的，又不是来帮他的。如果画眉丸无法找到仙药免除自己的罪行，到时候就不要怪他，不愿意绑着手就只能被他斩首。对于死板的左七，画眉丸非常无语，只好伸手让左七绑着自己。他只想回去见到妻子，为此可以接受这些条件。结果话音刚落，一个大铁球横向袭来，重重的砸向画眉丸的脑袋，而动手的人正是死刑犯扭曲庆云。左七还在惊讶中，却见被砸中的画眉丸毫发无伤地爬了起来。刚刚那一击只让他脖子脱臼而已。扭曲庆云沉迷于兵器的凶猛和尚，作为僧兵训练期间收集了100多件兵器。画眉丸不在乎，他只想知道为什么扭曲庆云没被绑着手。于是左七非常正直地问庆云的监管者，骑乘的绳子去哪儿了？骑乘觉得左七太过死板，回去的时候再绑起来不就好了？就是因为这样他的级别才那么低。就在骑乘打算曝光左七在请问门里的排行时，左七赶紧把人打断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啊！庆云掏出武器箱，打算用画眉丸试刀。我这把刀上可是淬了剧毒的。画眉丸很嫌弃，他并不想打架，况且只会浪费时间让其他人抢先。庆云的计划是先杀死其他犯人，再慢慢找仙药。画眉丸就是他第一个开刀对象，前卫门们负责监视，死刑犯想要厮杀随便打。画眉丸不情不愿地准备开打，结果到这个时候，左七还让他绑上绳子，画眉丸只好边系绳子边用脑袋硬抗伤害。庆云一顿操作下来，笑死，头发都没掉一根。画眉丸用长枪做发力点，瞬间将另一头的庆云掀翻，各种武器都朝着他砸下。画眉丸灵活跃起，选中一根棍子狠狠踹向庆云腹部，长棍将庆云整个腹部捅穿。本以为这招能一击毙命，没想到庆云又哈哈大笑地爬了起来，他居然把盔甲缝在了皮肤上。然而他终究不是画眉丸的对手，没过几分钟就被自己的武器穿刺而死。画眉丸督促左七赶紧找仙药，他可是一直绑着手呢。见自己负责的犯人已死，齐胜也干脆地砍掉了庆云的脑袋，准备离开。左七让他回去的时候小心，齐胜觉得他心够大的，他能够早早回去已经够幸运了。从小镇上岸到现在没多久，他可是看到了不少东西，是拿岸上自洽解决对手的，打算合谋的，假装合作的，原本无法遵守社会规则的，眼中没有任务的，大家都想按照自己的方式求生，他们只会不择手段。对武士而言，将军的命令是绝对的，但真正重要的是优先顺序。现在以仙药为主，其他一切都是其次。比起遵守规则一无所获，不如打破常规完成目标。而且规则这种东西没有遵守就形同虚设。比如左七身边的画眉丸，他原本想直接把画眉丸杀了一了百了，却不想还没等他拔刀，画眉丸突然闪下摁住他的刀柄。还是算了吧，他只想回到妻子身边而已。齐胜预言，要不了多久情况就会彻底改变，事态将超乎所有人的想象，死刑犯大半会死去，再过几个小时另一半也会死去，他们不过是消耗品，死后只要再派来新人就好。没错，在找到死刑犯之后，幕府还联系了石隐村的忍者。听到这里，画眉丸脸色顺变，还有前卫们也不都是团结的，这次的任务将决定下一任家主。齐胜提醒左七别的任务掉以轻心之后就离开了。他和画眉丸在一起那么多天，却仍旧没有搞懂这个男人的本性。他刚想用画眉丸准备去哪儿，却不想对方突然反水，朝他砍了一刀。画眉丸的父母都是石隐村的上人，在有了孩子之后，他们准备逃走，就被村长杀害。这是画眉丸学到的第一课，无论多么强大的人，一旦有了感情就会变得弱小，不够强大就什么都守护不了。两个人打得难舍难分，左七不明白画眉丸为什么会突然翻脸。画眉丸不是说了优先顺序吗？要是等石隐村的忍者登岛，一切都会成为泡影，所以他要在那之前找到仙药，而左七的存在是他的枷锁。左七知道画眉丸很危险，思维伦理观都很极端异常，按理来说他应该立即处刑才对，但是他却说什么都下不去手。画眉丸心中其实也在犹豫，妻子曾经告诉他，如果有感情就遵循感情，贯彻自己的感情才是真正的勇武。和妻子的相遇让画眉丸知晓了感情，但同时也知晓了憎恶和软弱。他又一次没能下手杀了左七，这让他非常焦躁。再这样下去，别说得到赦免，可能都无法在这里生存下去。想起村长说的，不够强大就什么都守护不了。画眉丸眼神一变，瞬间砍断了左七的刀，反手朝左七的脑袋劈下。左七反应迅速，拔出刀鞘格挡。画眉丸让左七放弃无谓的抵抗，他应该明白自己赢不了的。要杀左七，他还有点难过。左七讽刺他还有那种感情吗？这句话瞬间激怒了画眉丸，他将左七摁在身下准备杀死。他是空洞的画眉丸，杀人早已杀得厌倦了，就算多杀一个也不会有任何感觉，这就是他受到的教育。他不需要感情。然而嘴上这么说，画眉丸的刀却迟迟无法落下。恍惚间，妻子驱散了村长的阴影。
画眉丸的表情变得迷茫又委屈，他不应该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吗？左七突然想起了画眉丸之前杀人的时候一直都是这副表情，他并非没有感情，只是成长的环境让他产生了误解。画眉丸难过的直哭，他已经软弱至此了吗？这样他还怎么活下去见妻子？左七用刀鞘将画眉丸的刀收回，这不是软弱，而是变强的种子。没有任何感觉，不就是不断的逃避吗？直面自己的感情才是真正的强大。左七决定先放弃对画眉丸执行死刑，他能对自己的罪责感到难过，直面感情，想要不断挣扎找回自己的人生。他愿意见证画眉丸的未来，而他也要借助画眉丸来正视自己的内心。他们的立场不会有变化，但是画眉丸已经不是从前的自己了。建豪跟着他的前卫们来到一处破碎的佛像前，一只蝴蝶停在他手上。建豪起先并不在意，直到他看到蝴蝶居然长得一张人脸，他果断砍掉了自己的左手，而下一秒被丁有过的左手当场变形成了枯木。紧接着丛林惊动，无数只长着手指的蜈蚣从暗处爬出，远处出现了一只让人散之狂斗的可怕怪物。与此同时，画眉丸和左七也遭遇了危机。